Hello， 各位玩家們，大家好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，我是大陸。那麼這集同樣是這個7月份的手遊推薦，在這次的清單中就包括了生存神作《饑荒》聯機版的手遊版、Steam 移植的洛格動作遊戲、街機風的翼裝飛行極限運動作品、復古像素風格的動作角色扮遊戲，以及其他如咖啡館放時經營、勇者鬥惡龍的移動端星座、東方 Project 主題的遊戲和其他玩法風格的作品等你來發掘哦。這些遊戲的排名都是不分先後的，如果你想知道哪些好的遊戲，那就大陆起看下去吧。赌22不如中22，饑荒聯機版也終於來到手機端了。這次一定要拉上你的朋友們一起去冒險。饑荒是一款經典荒野生存遊戲，玩家將來到充滿怪物的黑暗世界中生存，通過在世界中採集資源、打造道具和打獵等等，來抵抗接下來無止境的探險日子。但是各位也不用太擔心，這次你可以隨時和朋友一起冒險，一起打怪建基地，挑戰走到更遠，最後找到回家的路哦。現在就拉上朋友一起互坑吧。杜里亚諾是一款 Steam 移植，主打 Roguelike 動作遊戲。遊戲故事講述了一個詭異的魔法扭曲的世界，使森林們的形態變成了怪異的蔬菜和水果。於是戰眼在戰爭後復活的戰士之一榴蓮英雄背負起破解詛咒的使命。在每次戰鬥中，玩家可以選擇想要前進的房間和路線，在每次挑戰成功後，都能獲得可觀的經驗值，再為角色購買特殊的技能和力量，逐步完成你的角色成長路線，最後將角色打造成最完美的形態。當然，这一款 Roguelike 遊戲每次開局都可以體驗到完全不同的挑戰，這也是遊戲的主要樂趣之一。喜歡打造角色技能和 Roguelike 玩法的話，就不要錯過這款遊戲啦。Day of Adrenaline 是一款街機風的翼裝飛行極限運動遊戲，核心玩法就是控制飛行員從高聳的山脈中進行穿梭。比如說你飛得離岩壁或障礙物越近，得分的倍數就越高，就能獲得更多分，相當考驗玩家的操作精準度，可以跟全球其他玩家在排行榜上一較高下。整體來說，這種在刺激地圖中不斷追求完美貼地路線的挑戰感，其實蠻有成就感，也蠻難的。雖然遊戲內有自定外觀的系統，但手機上偶爾會遇到卡頓或 UI 太小的問題。如果你想挑戰自己的操作技巧，高分競技的玩家，那麼就費勁一點，或許能感受到那種血脈奔張的快感哦。Pixel Chronicles 是一款由獨立開發者花費2年半時間打造，帶有復古像素風格的動作角色扮遊戲。遊戲結合了即時戰鬥與資源採集，你需要一邊觀察 BOSS 的攻擊模式，展現出你的操作反應和技巧，一邊挖礦伐木來制作傳奇武器與防具。如果你喜歡和其他人一起玩，遊戲還支援多人合作的地下城副本，可以組隊挑戰高難度的關卡哦。另外，對於忙碌的上班族來說，遊戲還貼心的提供了離線自動進度系統，讓角色在你沒空上線時也能累積資源，不會有進度落後等等的壓力。感興趣的話，就來下載一舔看看吧。遺忘卓伊咖啡館是一款咖啡館放時經營遊戲，玩家可以從經營小農場開始，收集新鮮食材作為咖啡館的菜單材料，自由佈置咖啡館，升級食譜和廚房器材等等。賺夠錢之後，還能擴張咖啡館，開啟咖啡館旁邊的小牧場哦。就算你再忙，你的員工也會幫你打理好咖啡館的事務。遊戲的 UI 佈局對新手遊來說可能會有點奇怪，因為它其實是 Steam 移植的作品，可以放時在電腦桌面像小工具一樣運行，讓你在處理其他工作時也能忙裡偷閒，享受到一點樂趣。但如果在手機上玩的話，把手機架在手機架上也有一樣的效果哦。有興趣的玩家可以試玩看看。
勇者鬥惡龍：火線亂鬥是由史克威爾推出的洛格動作 RPG， 它結合了勇者鬥惡龍的世界觀，整體的直向操作也相當直覺。比如說，你拖移畫面去移動，松手就會自動攻擊怪物，蠻好上手的。隨着關卡升級，還能獲得隨機的冒險技能，讓同一把武器每次開局都有不同的變化。整體來說，無論是經典的怪物還是職業轉職系統都好。如果你是老粉絲，那種懷舊感還不錯。不過遊戲裝備是透過轉蛋取得，所以一點點的氪金成分其實少不了。喜歡這 IP 的朋友可以下載來試試，看看這款是不是你的菜哦。東方幻想點擊器是一款以東方 Project 為主題，結合點擊加放置玩法的作品。玩法很簡單，基本上就是不斷點擊畫面攻擊，收集超過120位可愛版像素風格的經典角色組成隊伍。而且遊戲完全沒有任何內購，也沒有煩人的強勢廣告等等，甚至也不強制玩家聯網就能玩。遇到瓶頸時，透過轉身來累積永久加成，會讓成長速度越來越有感。如果說你是東方的粉絲的話，或者單純喜歡看這數字一直飆升，享受純粹離線掛機玩法的玩家，那麼這款應該會很對你的胃口。殖民戰場是一款戰術射擊遊戲，操作直覺，你可以在如突擊步槍或狙擊步槍之間隨時切換，還能投擲手榴彈和發射火箭彈來消滅敵人。我們要獲勝的條件其實很簡單，就是在時間內解決所有敵方士兵，只要生命值歸零就會全部失敗。整體來說，遊戲的節奏偏快，玩起來也有相當不錯的臨場感。不過目前遊戲的內容比較少，主要是聚焦在單一的戰鬥模式上。如果是偏好豐富劇情或養成系統的玩家，可能覺得玩法稍微單調了一些。喜歡寫實風格的現代槍戰的話，那就來這裡試試你的準度和反應吧。喜歡貓咪和翻牌遊戲的玩家，接下來這款雙喵成型就非常適合你哦。本作是一款融合了記憶翻牌、路格和卡牌建築玩法的遊戲，但最特別的是它的牌面採用了各種抽象貓咪的圖案，玩起來非常有喜感，也很歡樂哦。玩法在傳統的記憶翻牌上融入了起舞和規則改寫的元素，在每局中都能打造完全不同的流派，像是回合操控、倍率爆發等等。加上遊戲有超過90種卡牌和80多個起舞、21個關卡和 BOSS 等等，肯定能顛覆你對記憶卡牌的印象。想看抽象貓咪的話，就來試玩看看吧。Button Flow 是款放鬆的益智類遊戲，本作並沒有時間的壓迫感，也沒有太多強迫觀看的廣告，可以放鬆的挑戰每個關卡。而且遊戲玩法雖然簡單，但也蠻有趣的，不小心就玩了一天。玩家做的就是將紐扣配對到正確的顏色位置，最後就可以解開一幅精緻的像素圖。一開始玩家可以先把一部分的紐扣暫時保存到托盤中，這樣就能騰出空間，將其他紐扣重新安排位置。隨着關卡的推進，紐扣顏色會變得越來越多，圖案面積也會隨之變大，玩起來也更有挑戰性。想要找一款比較簡單放鬆的益智遊戲，那可以試玩看看這款哦。那麼這一期的影片到這裡就結束啦，希望大家都能找到自己喜歡的遊戲。就若你喜歡大陸的影片，可以給大陸個讚、分享和訂閱。那麼就下期再見啦，祝各位遊戲愉快。